工人不小心踢落了几块砖块，正好被路过的外卖小妹看到，她立马冲上前撞开了一个正在打电话的男士，那块砖正好砸在他头上，幸好他戴着头盔，没受什么伤。他救的这位男士竟是个身价千亿的大富豪。就这样，女孩的人生也登上了新的高峰。她走上前去，关心地问那男士有没有受伤，男士却一脸惊讶地盯着她，因为这女孩和他妹妹长得惊人的相似。女孩看到他那惊恐的眼神，还以为他被刚才的场面吓坏了。男士清醒过来，关切地问他需不需要去医院检查。女孩却自信地说她以前练过铁头功，对她来说这点小石头根本不在话下。男士无奈，只好递给她一张名片，跟她说以后有事可以随时联系他。女孩接过名片，继续去送剩下的外卖。男士回家后立刻给妹妹打电话，讲述这不可思议的遭遇。妹妹依静却半信半疑，觉得他在说笑。他开玩笑说难道他还有个双胞胎姐姐？说完便挂了电话，去了机场，去迎接他的未婚夫崔江州回国。作为一个顶级财阀的唯一继承人，媒体们自然是争相报道这一大事件。崔江州接过依静递过来的鲜花，表示感谢，转头却一脸不悦地离开了，这让依静站在原地尴尬万分。他在车里脸色阴沉，崔江州却突然送给他一条价值连城的钻石项链。收到这么贵重的礼物，依静顿时乐开了花。他戴上项链，问崔江州觉得怎么样。崔江州却闭上眼，懒得理他，这让依静气得咬牙切齿。他们虽然有婚约，但彼此之间却感觉很陌生。吃过饭，依静提议多花点时间了解对方，崔江州却说他会整理一份个人信息给他，没必要浪费时间去了解对方。依静本想找借口离开，崔江州却一直在看表。这时一群人走了过来，崔江州立刻上前打招呼，原来他们是他即将洽谈的重要客户。不过这位贵妇已经决定把自家品牌带到其他商场，他转身离开，却被依静的项链吸引住了。崔江州看到这一幕，心中暗喜，立刻上前解释这项链的来历，以此试图引起他的兴趣，说这项链可以带来好运，因为他帮他求婚成功了。这条项链是那位贵妇已故丈夫设计的第一件作品，也是他们俩的订婚礼物。这时依静才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，借此江州成功让贵妇签下了合约。签完合约后，他便留下依静一个人。依静追问他是否只把他当作工具，江州终于摊牌，他说在有钱人的世界里，商业婚姻不都是互相利用吗？还告诉他这就是他的价值所在。说完这话，他就扭头离开了。气愤的依静回到家里向母亲诉苦，没想到母亲反而给了他一记耳光，告诉他即使受委屈也要忍耐，如果不能获得江州家的投资，他们的公司会立刻破产，只有和太阳集团的继承人结婚，才能度过这场金融危机。终于到了两人订婚的日子，但依静留下一张纸条就消失了。江州的父母来询问依静去哪了，他的母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。随后崔妈找到他，告诉他外面已经传出他们要解除婚约的谣言，给他2天时间找回依静，不然就要撤回所有投资。依静的妈妈怒不可遏，派人到处寻找。这时哥哥突然想起那位曾救过他的外卖女孩，没有其他办法，只好让他替妹妹完成订婚。同时多林也遇到了麻烦，他唯一的亲人奶奶突然病倒住院，急需一大笔治疗费。正当他束手无策之际，哥哥找到了多林，他们很快达成了协议，哥哥答应支付奶奶的医药费，多林一夜之间变成了富家千金，还要嫁给一个财阀的继承人。当天那位富豪来接他回豪宅，他看到那座类似球场大的花园时震惊不已，而依静的妈妈看到多林也吓了一跳，她难以置信世上竟有人和女儿长得如此相似。但多林离开后就开始抱怨她身上那股浓郁的乡土味，为了让她看起来更像是千金小姐，哥哥带她进行了全面的形象改造，把她从头到脚打造成依静的模样。改造完成后，他们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没注意到自己的手链被踢到了角落。罗琳很快就发现幸运手链不见了，他急忙回头去找，正巧江州也来到这里办事，手链竟然自己滑向了江州。他突然在脚边发现了那串项链，随手就把它挂到旁边的树枝上。进电梯的时候刚好和罗琳擦肩而过，罗琳立刻注意到了挂着的幸运手链，仿佛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。接着哥哥开始教多琳学习餐桌礼仪，免得他在吃饭时出洋相，还让他去熟悉江州的家庭成员。很快就到了双方家庭见面的大日子，场面陌生让多琳感到有些紧张。他去洗手间试图平复一下情绪，没想到竟然碰到了之前骗他钱的大妈。大妈一看到他就转身逃跑，多琳毫不犹豫地紧追不舍。江州正好看到这一幕，停下了脚步。此时多琳正在和大妈扭打，他很快占了上风，夺回了大妈的钱包。江州慢慢走向沙发的时候，幸好他的弟弟叫住了他。多琳回头一看，竟然是自己心仪的大明星江人，那么他的哥哥岂不是自己即将嫁给的人？他吓得赶紧找地方躲起来，让大妈先走，然后故作镇定地摆出高冷的姿态。走上前的江州并没有发现他的真面目，他忍不住讽刺他是不是又想逃婚。多琳一听，整个人都懵了，为了不被揭穿，他只好假装乖乖道歉。走进门前，江州再次严肃地警告他，说逃婚这种事一次就够了，如果没有勇气成为他的妻子，就别浪费时间，反正想替他位置的女人多的是。多琳气得几乎要直接和他对峙，但一想到躺在床上的奶奶，他只能勉强笑着完成这一切。就在这时，他假装擦嘴，一脸不爽，质疑江州为什么偷袭他。多琳尴尬地从现场逃离，但用餐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铃声是江人的热门歌曲，瞬间暴露了他是个小迷妹。江人随即邀请他参加他的粉丝见面会。一听这话，多琳眼睛立马亮了起来，周围人都看向他，他有点尴尬，他急忙解释，咱们快是一家人了，得多了解下江家人，方便以后相处吗？崔爸一听，对这个未来媳妇挺满意，江州却是一脸的哭笑不得。
这时上来了一道高大上的菜，多琳看着都不知道怎么吃起。幸好他哥及时发现了他的窘迫，赶紧示范了一遍怎么吃，多琳才没当众出丑。他一尝简直停不下来，把大小姐的形象全抛到脑后，大快朵颐。未来公公看他吃得欢，脸上都乐开了花，笑着说能吃是福啊，就提出2人早点完婚，早点让我抱抱孙子。他妈一听只好忙不迭地答应了。多琳总算是撑到了饭局结束，崔妈趁机留下江州和多琳，让他们多增进感情。他妈和哥哥只好先回家了。多琳本以为江州会送他回家，没想到他只是在长辈面前表现得亲密，一转身就把多琳给丢下了。多琳气得直骂街，还好他哥及时出现，把他接走了。哥哥拿出一堆关于江州的信息，包括他的生活习惯和朋友圈，让多琳好好记在心里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正当这时，未来婆婆打来电话，叫多琳过去一趟。多琳站在江家大门前，被眼前的豪宅震撼到了，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。婆婆递给她一份关于江州爱好的清单，让她快速了解自己的儿子，然后留他在家里吃饭，让他先到江州的房间等着。多琳对这豪华房间好奇的不得了，戴着头盔在房间里疯狂舞蹈。江州突然出现，吓了她一跳，摘下头盔嘲讽他人前装淑女，人后却是一个女汉子。多琳尴尬的想找个地洞钻，没想到江州突然来了个壁咚，看样子是要吻她了。多琳一把推开他，站稳了距离，举起拳头警告他再靠近试试，把江州吓得不轻。多琳这下意识到自己暴露了真性情，立马装起柔弱来，趁机溜之大吉。假千金去未婚夫家祭祖，结果被奶奶痛骂，要他滚蛋。他根本不当一回事，反而更起劲的做家务，展示自己。江州冷嘲热讽，说他是披着羊皮的狼，人前一副人后一副。多琳哪里肯让步，直言每次看到他都让他心烦意乱。这番直言让江州哑口无言。他接着进厨房帮忙，亲自示范怎么杀鱼，一点也不摆架子。佣人们对这位少奶奶赞不绝口。外面的江州听见，不知不觉笑了，接着被婆婆带去见奶奶。痴呆的奶奶却让多琳背着她玩，管家出面想帮多琳解围，却被奶奶一脚踢开。善良的多琳不想让大家尴尬，自告奋勇背起奶奶逗她开心。正在这时，奶奶突然尿裤子，江州恰好看到这尴尬一幕，多琳却丝毫不介意，继续被奶奶去换衣服，这让江州对她印象大增。祭祀结束后，多琳又忙着收拾，正拿着灵位牌石灯开始闪，她点了根火柴来照明，却被突然出现的江州吓了一跳。灯光一亮，人摔倒一起。这一幕被江州青梅竹马陆美看到，陆美气得转身就跑。江州以为多琳故意为之，多琳却说她才是真受害者。江州满脸厌恶的走了。原来陆美是伊静的好友，也暗恋江州多年。他问江州是否要和伊静结婚，江州说这是家里安排的，他本来就不信爱情，和谁结婚都一样。陆美抓住机会表白，却被江州冷冷拒绝，决定离开。陆美忍不住冲上去抱他，既然无所谓，为什么不可以是他？江州无奈，转头看到多琳正躲在角落里看热闹，立刻摆脱了陆美的拥抱，发现自己被发现了，心虚的赶紧逃跑。江州突然心烦意乱起来，找到多琳时，他正在救小猫，原来小猫的妈妈已经死了。多琳心软，决定给猫妈妈安葬，让江州拿铁锹来挖坑。太阳集团的继承人哪会干这种活？但在多琳鄙视的目光下，他还是拿起铁锹开始挖，结果挖得一点都不顺。多琳对他的笨手笨脚哭笑不得，拿铁锹给他指点江山。江州一脸无奈看着他，没想到千金小姐说话这么直接。埋葬小猫后，江州第一次主动送多琳回家，刚想解释和陆美之间的事，多琳却被小猫分散了注意力。江州气得快要爆炸，他从没被这样无视过。富家千金为了赢得电视机的奖品，竟然放下身段参加吃货大赛，见用勺子吃的不过瘾，多琳毫无形象地抓起蛋糕开吃。多琳大快朵颐，最终赢得比赛。结果在人群中看到未来婆婆，吓得多琳把剩下的蛋糕往脸上抹，大家还以为她是故意的。婆婆正要过来核实，幸亏江州及时出现，带走了她。江州觉得这女人有点眼熟，在商场出口等着堵她。多琳被吓得尖叫起来，江州怒斥她是不是疯了？堂堂财阀继承人的未婚妻竟然参加这种比赛。多琳只能尴尬的解释是婚前压力，她想尝试一些新鲜事物缓解压力。她主动向江州道歉，但江州似乎不想搭理，跟陆美先走了。在车上，江州问陆美，女人是不是都这么怕结婚，要去参加蛋糕比赛，还想要收养流浪猫？陆美听后感到莫名其妙，她记得伊静从不吃甜的，而且还对动物毛发过敏。陆美凭直觉感觉到伊静有问题，就去找珍珠打听真相，问珍珠是否认识那位总裁的未婚妻。珍珠坚决否认，说她认错人了。但陆美对伊静的怀疑并未减少。另一边，多琳回到家被妈妈严厉训斥，妈妈责怪她参加吃蛋糕比赛，比赛视频还登上了热搜榜首，这让她以后怎么在人前抬头？妈妈气冲冲进了她的房间，要她把那些土气的衣服和小猫扔了，她绝不允许有人破坏女儿的形象。多琳只能抱着小猫，眼泪汪汪。哥哥在一旁替她求情，妈妈却责怪她找不到妹妹的下落，还问接下来的婚事该怎么办，说如果伊静真是你亲妹妹，你早就找到她了。原来伊贤并不是她的亲生儿子。第二天，多琳把小猫寄养到闺蜜家，看到妹妹情绪低落，哥哥就带她去看江人的演唱会。聪明的江州找到了陆美，质问她为什么把吃货比赛视频传上网。陆美说她只是想找回自己的地位。江州第一次感到对她的反感，毫不犹豫地开除了她。知道多琳去了演唱会，江州一个人前去，
到了那里，却看到多琳和哥哥亲密无间，心里嫉妒多琳从没在他面前这么开心过。哥哥知道妹妹爱吃甜的，于是买了份热狗给她。这是多琳第一次吃热狗，惊喜不已。哥哥看着她可爱的反应，也忍不住笑了。江州在一旁看着，也忍不住吃味，决定过去打断他们，并让多琳跟他一起去演唱会。到了演唱会现场，多琳看到哥哥也来了，赶紧过去打招位。当他回到江州身边，正好将人出场，引起一阵骚动。多琳不慎被推倒在地，发出尖叫，让江州和哥哥都察觉到危险，两人立刻冲过去救他。突然有个黑影把他拉出人群，多琳以为是哥哥救的他，转头一看却是江州。看两人环手拉手，他赶紧挣脱开。江州误以为多琳在玩捉迷藏的小把戏，然而当他靠近时，却被多琳的头锤给弹开了。幸好哥哥及时出现，才平息了这场闹剧。于是两人开始认真观看演唱会。虽然看到偶像，多琳还是忍不住尖叫起来，但江州的一个眼神就让他安静了下来。演唱会结束后，江人在台上向粉丝介绍他的哥哥和嫂子，粉丝们开始起哄，要求他们亲个嘴。江州为了保持面子，只好假装深情的亲了下去。看着江州的假戏真做，多琳感觉连奥斯卡都应该给他一个奖。回家后，江州想起多琳的头锤，看着镜子中自己的帅脸，心想多琳是不是有点傻。第二天，多琳被婆婆叫去，明知是因为蛋糕比赛视频上了热搜，所以她拼命讨好婆婆，成功用美味的食物哄好了婆婆。公公却对这个儿媳十分满意，看到视频后不但没有责怪她，反而还夸她能吃是好事。多琳看到一边的围棋盘，他们就开始玩起了弹棋游戏。很快，两人的脸都被画得像花猫。公公声东击西，公然作弊，他们的争吵声引起了婆婆的注意。婆婆训斥多琳为何画花公公的脸，但公公却笑着说他愿意接受输赢，还说家里很久没这么欢乐了，他建议大家一起合影留念。公公还因为刚才的游戏而傻笑，婆婆不理解为何他这么高兴。公公觉得多琳性格开朗，很有活力，而婆婆却有些犹豫，似乎有话难言，好像有什么难以启齿的秘密。饭后，多琳跟保姆聊起天来，保姆告诉她，江州小时候非常活泼，但在8岁那年遭到最喜欢的家教诱拐，因此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。他逃回家后曾经病得很重，从此就不愿与人亲近，至今仍不愿提起当时的逃生经历。多琳听了不禁为江州感到难过。另一边，陆美看到江州和多琳接吻的视频，气得直接晕倒了。江人找到哥哥，责问他为什么这么绝情，把陆美逼得天天工作到深夜，结果现在他晕倒在医院里。多琳特地熬了粥给他，可陆美直接把粥扔进了垃圾桶。多琳不明所以，只好尴尬的离开。后来从珍珠那里得知，吃货大赛的视频是陆美上传的，她的目的是要破坏伊静和江州的婚事。多琳担心一旦婚事告吹，奶奶的治疗费怎么办？她决心要保护伊静在崔家的地位。原以为自己能够凤凰涅槃，没想到陷入了一个险恶的阴谋。原来崔家100年前就流传着一个恐怖的诅咒，崔家长子的第一任新娘每一个都在新婚之夜离奇死亡。伊静自从成为江州未婚妻，每晚都梦见一个女人威胁她，说要在新婚之夜夺去她的命。于是她妈妈找到崔家的巫师花重金才知道这个秘密。贪婪又狡诈的母女，为了崔家的财富，又怕诅咒落在自己头上，所以找多琳来替死。连同父异母的哥哥也被瞒在鼓里。这天一贤在继母办公室拿文件，无意中看到抽屉里的消费小票，上面列着各种生活用品，这让他感到疑惑。多琳还在努力扮演千金小姐，受到陆美的邀请去参加闺蜜聚会。进门前她确认了每个人的名字，一坐下来，陆美就开始找茬，让多琳把江州叫出来请客。果然电话被江州冷冷拒绝。陆美暗自得意，他们正讨论去哪吃饭，江州却突然出现，并邀请大家一起吃晚饭。多琳高兴得不得了，江州表现得非常体贴，让陆美嫉妒的要命，茶里茶气的说自己在等喜欢的男人回心转意，差点把多琳恶心倒吐出来，不小心把手机碰到地上，弯腰捡手机时看到桌子下的恶心场面。多琳绝不是好欺负的人，于是决定教他一点教训。大家吃完饭准备散场，一个个都起身了，只有陆美尴尬地坐在那儿没动。然后她发现自己的鞋不见了，多琳把鞋子扔到她面前，地上滚动的不是鞋，而是你的尊严。她说完就扭头离开了。陆美气得脸都绿了。多琳回家后还在伪装自己的身份，饭局的那点东西根本不够她塞牙。她决定和哥哥去超市大采购，不料被伊静看到了。哥哥偶然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但没多想，出来时店员提醒多琳忘了带东西。多琳以为店员认错人了，店员坚持说长得一模一样。哥哥意识到那人是伊静，他赶紧出去找。多琳也看到马路对面有个像他的人，他马上跑过去，幸好哥哥及时拉住了他。那时伊静已经不见踪影，妈妈得知后叮嘱他不要乱跑。第二天，多琳从闺蜜那得这些情报，听说未婚夫和陆美在酒店过夜，他们正好走出来。多琳决定跟踪看看，她想看看他们能闹出什么花样。正在等红灯时，多琳特别的车颜色暴露了她的身份，江州立刻认出了她，他故意带她去山上的别墅。江州在屋里享受火炉喝茶，多琳以为他在等陆美，他在窗外手镯想抓个现行，但一直到晚上也没见陆美来。这时屋里的灯突然亮了，多琳偷偷往里面看，屋内却没人。突然出现的江州吓了他一大跳，他把他叫进屋，解释说和陆美没什么，就算有也不会让傻子发现。多琳听后很不高兴，他生气的转身要走，却被江州一把拉到床上。多琳吓得拼命挣扎，情急之下他狠狠地咬住了江州。江州一声惨叫，猛地弹开。多海气冲冲地骂他太无礼，江州却反驳说大家都不是好货，明知道不喜欢自己，还为了崔家媳妇的名分纠缠他。多琳气得说不出话来，
回家路上，忽然一个白衣女子闪过，多琳被吓得又跑回别墅。她借口说自己还没吃晚饭，吃完后要求江州洗碗。江州心不甘情不愿，不小心把汤洒在多琳衣服上，只好去卫生间脱衣服洗。起身时踩到肥皂摔倒了。江州听到惨叫，赶紧破门而入，看到多琳动弹不得，立刻打急救电话，之后拿衣服帮她换上。多琳坚持要她关灯闭眼。到了医院，检查后并无大碍。多琳说要去洗手间，江州找来一把轮椅，把多琳公主抱放进轮椅。这亲密接触让多琳心动不已。第二天醒来，发现江州守了一整夜，心里不禁感动。出院时，江州送她回家，一贤急忙跑下来看她，知道她没事才松了口气。多琳立刻松开江州的手，挽着哥哥回了家。第二天，江州说有贵妇请他们吃饭，土里土气的多琳哪懂日语，她急忙找借口拒绝，找到珍珠倾诉自己的苦恼，还提到江州曾嘲笑她像小学生。珍珠建议她改变下形象，一下子变身杀马特少女。突然两个壮汉来找珍珠催债，多琳几下就把他们打跑了。还没高兴一会儿，陆美找上门来问珍珠怎么回事，一眼没认出杀马特的多琳。多琳赶紧溜之大吉，回家路上差点被车撞，车门一开竟是江州，他带着蛋糕来给多琳道歉。询问依静的妈妈，得知多琳还没回来，便决定在门口等她。多琳只好翻墙进屋，然后江州突然反应过来，那个女孩居然是多琳，他冲到角落里一声怒吼，把多琳吓得从墙上掉下来，正好砸在她身上。江州举着划伤的手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但多琳的眼里只有那摔烂的烤红薯。江州实在是搞不懂这女人脑子里都是些什么东西，她总是能搞些让人难以置信的事。看她这一身装扮，真是又搞笑又怪异。直接问她是不是出去夜店狂欢了，多琳心虚，只能低头承认错误，解释说她只是和朋友玩玩 cosplay， 然后还妩媚地问江州觉得她性不性感。这突然的温柔让江州不禁害羞，但还是忍不住吐槽她的穿着实在太离谱。这时多琳发现了旁边的蛋糕，原来她之前有说过喜欢吃这个，江州记得她的喜好，特意准备了。多琳立刻乐开了花，拿起蛋糕便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她把刚从地上捡起来的烤红薯递给江州，江州虽然有些嫌弃，但在多琳的热情攻势下，还是尝了一小口。这时多琳才注意到江州的手受伤了，立刻心疼地抓起他的手，小心翼翼地照顾，让江州心里又是烦躁又是感动。江州赶紧转移话题，提醒多琳擦擦嘴角的蛋糕渍。看着多琳那天真的舔手指的样子，江州忍不住吻了上去。没想到这一幕正好被远处的一贤看到，一贤看了一眼，失望地转身离开。多琳一把推开江州，怒斥他不讲武德。江州却一脸傲娇地反驳，他说得到皇上的宠幸还不快谢恩。多琳冷笑说他真当自己是皇帝。他正准备离开，却发现多琳因为冷瑟瑟发抖。江州二话不说脱下大衣披在他身上，送他回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。回到家，他叫保姆准备了辣子鸡和红薯，尝了尝后决定给父亲也来一份。知道是多琳推荐的，父亲笑着说果然是他的风格。父亲露出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。多琳本是要把戒指还给原主，却被一个心机重的女人偷拍下来，诬陷他偷窃。江州一听这事就火冒三丈，直接找到多琳。看到手机里的视频，多琳都傻了。他本来想解释清楚，可江州现在这个怒气根本听不进去，还提出是不是得考虑解除婚约。说罢就转身离开。一贤这时候过来安慰多琳，告诉他无论发生什么自己都支持他。然而一静的妈妈却大发雷霆，说这事传出去后他女儿怎么在人前抬头，毕竟现在闹到了悔婚的地步。但转过头他却异常镇定地告诉一静，肯定不会解除婚约的，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打破家族诅咒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第二天一大早崔妈就来找他了，不但没有责怪多琳，反而催促他们快点定婚期，赶紧结婚。一静的妈妈也欣然接受，然后两人暗地里相视一笑。崔妈找到陆美，告诉她江州和一静的婚礼照常进行，握着陆美的手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她好，但陆美却说她放不下江州。崔妈说虽然现在很痛苦，但只要耐心等待就好。与此同时，多琳偷戒指的事情在公司已经传开了，同事们在背后对多琳大加指责。珍珠听不下去，觉得太愧疚，她找到江州告诉他真相，还帮多琳洗清了冤屈。这时多琳正在和一贤逛超市，超市的阿姨夸他们看起来真甜蜜。多琳挽着一贤的手，笑着说他是自己的哥哥。一贤却心事重重，看到多琳渴望地看着一个电影海报，便提议说看完电影再回家。多琳一听，高兴地开始挑电影，但江州突然打来的电话打断了他们的计划。一贤让多琳先进影院等他，把电影票交给了江州，然后自己默默地走了。多琳在电影院里看恐怖片，没叫出声，直到灯光亮起，发现旁边坐的是江州，吓得尖叫起来，周围的人都被吓傻了。江州却问他自己难道比鬼还可怕？事后两人约在一家咖啡店见面，江州迟疑了半天才说出一声抱歉，可多琳却更关心珍珠将如何处理，让江州不由得有些吃醋，感觉多琳和自己生活在不同的世界。送他回家后，看到一静妈妈一个人在那儿独饮，他一脸无奈地说崔家已经定好婚期，可他女儿一静现在还找不到，他也觉得自己进退两难，故意在多琳面前装可怜。多琳却傻乎乎地安慰他，说会帮他实现心愿。一静妈妈心想这傻孩子真好骗。这时多琳正在和婆婆在孤儿院做慈善，陆美为了查多琳的真实身份，特意安排江人来组织一场小型音乐会，让多琳在音乐会上弹琴。她只好说自己最近没怎么练琴，不知道弹什么好。陆美却已经准备好了琴谱，还说江州也会来支持，根本不给她拒绝的余地。多琳急忙打电话给一贤求救。很快音乐会就开始了，
江州和婆婆也坐在观众席上等着，赶来的哥哥想要按下警报器破坏音乐会，多琳急得在一旁跺脚，但警报器就是不响。最后在孩子们的欢呼声中，他硬着头皮上台，坐在钢琴前却迟迟不敢弹奏。陆美一脸得意，等着看他出洋相。旁边的江人见状，赶紧提醒多琳。只见多琳深吸一口气，眼神突然变得坚定，优美的琴声突然在会场中响起。陆美一脸震惊，心想一个农村来的怎么可能弹得了钢琴？原来是依静妈妈早就通知了依静去孤儿院，先解决眼前的麻烦。如果多琳的真实身份被暴露，那依静就别想嫁进豪门了。听到琴声的哥哥一脸困惑，立马赶过去查个究竟。这时收到多琳的短信，按照指示找到一个角落里的他，音乐会也圆满落幕。谁也没想到台上的多琳已经换成了真正的大小姐。回家后，依静还埋怨妈妈找人替她，哥哥对她失踪感到疑惑，母亲急忙带着依静上楼休息。多琳庆幸依静及时赶到，他找到依静，把这段时间和江州发生的事记录下来给她看。正在归还手机时，江州的电话来了，邀请依静过来家里坐坐。多琳心里却突然有点失落。依静妈妈额外赊给多琳一笔钱，想要将来继续利用她，提议帮多琳在市区开一家餐厅。多琳挺高兴的，不过说得先和奶奶商量一下。整理行李时翻出了江州的大衣，想起了和江州的每一次相处，心里忍不住有点不舍。第二天早上和依贤挥手告别，他望着空空的房间，忍不住回想起多琳的关心与照顾，于是决定追出去。可惜正好错过了刚上车的多琳。多琳原本打算把大衣留在前台，没想到江州突然出现，多琳吓得赶紧躲到柱子后面，不小心落下了装小猫的箱子。江州一眼就认出是当初救的小猫，走过去问多琳为什么躲着他，他只好说没化妆，不想见人。江州拿起大衣提醒他晚上早点回家。多琳目送江州离开，本以为会庆幸这一切都结束了，心里却出奇的空虚。晚上依静到崔家吃饭，厨房阿姨让她帮忙处理鱼。曾是农村女孩，依静处理得很熟练，可现在却被鲤鱼给吓到了。阿姨奇怪地评论她之前的好技术，依静只好谎称手上受了伤，这样一来就躲过了一劫。逛街时在合照中看到一个熟悉的脸，那是她梦中经常出现的女人。以前也问过崔爸认不认识，不过却说亲戚太多不知道是谁。晚饭时，崔爸看依静吃得那么斯文，以为她身体不适，吩咐江州好好照顾她。饭后，崔爸找依静说要报仇雪恨，依静一头雾水，后来才反应过来是玩弹棋子的游戏。不熟练的她脸上被画得花花绿绿的，忍不住责怪自己被土妞害惨了。回家向妈妈抱怨说都是土妞的错，发现江州已不再是那个冷漠霸道的人，觉得他变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。另一边，多琳回到了乡下，和奶奶开心地拥抱在一起。那晚就跟奶奶聊起在大城市的见闻，还抱怨那个霸道总裁有多讨厌。但一想到江州，多琳整晚都睡不着。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海边发呆，看看手上的幸运手链，还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这手链能带来爱情，结果这么久了自己还是孤单一人，忍不住骂自己一声傻瓜，最后把手链扔进了大海。正打算回家，忽然有个女人出现，叫住了多琳。她是多琳以前救过的那位亲生女士，还是她送的手链。多琳不知道她其实是崔家的家神，一直在江州身边守护着她。家神告诉她戴上这手链就能实现愿望。多琳心动了，决定再信他一次。刚戴上手链，依贤开车出现在她面前，家神叮嘱她无论将来发生什么都必须自己承担。多琳深思熟虑地看着手链，转身兴奋地跑过去。奶奶也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招待依贤。饭后她询问多琳是否考虑去市里开店，但她因为奶奶的原因犹豫不决。这里不仅是奶奶的家，还有她父母的坟墓。原来多琳13岁那年，她的父母在出海捕鱼时遇难。听闻此事，依贤紧握多琳的手安慰她。8岁的男孩被最信任的家教绑架，当他几乎放弃抵抗时，家族的守护神突然出现救了他，从此守护在他身边，使得江州再也不轻易对人敞开心扉。直到今早，他的未婚妻意外事故使他意识到自己爱上了这个女孩。依静第一次看到江州这么慌乱，他在想他是不是喜欢上那个土妞了。同时崔爸查到前妻的死因竟与江州外婆的司机有关。在此同时，崔爸发现妻子半夜偷偷出门，一看到红鞋就明白了一切，质问妻子选依静做儿媳是不是为了解除某个诅咒，希望自己喜欢的陆美能安全嫁人，警告他如果对依静有什么不轨之心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江州在门外偶然听到了这一切，他追问母亲到底怎么回事。原来崔家长子的第一个新娘真的是因为一个古老诅咒在新婚夜丧命，这让江州感到难以置信。他心神不宁地走到了神龛前，没想到自己的真心几乎害死了依静。正当他打算离开时，身后突然亮起一片白光，守护神显现了。他不愿相信一直保护自己的女鬼竟是诅咒的使者，守护神却告诉他解决之道在他自己手中。另一头，奶奶最终答应多琳去市区发展。第二天，依贤带多琳去了一家废弃的餐厅，多琳兴奋地四处打量，看得出来他很喜欢。依贤心里也很是开心。依贤其实是打算今天向多琳表白的。当两人正在用餐时，依贤正要拿出戒指，这时继母打电话来说江州决定和依静解除婚约。原来就在刚才，江州找到正在挑选婚纱的依静，淡漠地告诉他想解除婚约。依静震惊地看着他，他本以为自己就要成为顶级财阀的太太了，他不甘心，开始苦苦哀求江州，但江州却冷酷地转身离开了。当母亲听说后，简直不敢相信，她质问依静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，但依静辩称自己才回来没多久。她认为要是真有问题，可能是多琳做了些什么导致江州变心。听到这，母亲突然笑了，她本来就在找借口让多琳回来帮忙，这下好了，有机会让多琳来收拾这个烂摊子。
他打算找到多林，让他来查清楚结婚的原因。一贤听了这话，立刻站出来为多林说话。他找到一静，质问他为什么不自己处理。一静情绪失控，说自己已经尽力了。他摆出一副根本就不想结婚的态度。多林不想让一贤难做，所以决定自己去找江州谈谈。在另一边，江州决定把结婚的事告诉父母，可崔妈却认为婚姻重大，不能随便解除。江州清楚母亲有自己的算计，他故意激她，说不如就和陆美结婚得了。崔妈气得立刻打电话给一静的母亲，婚礼还是照常举行，正如一静他妈预料的，他们都不想婚事泡汤，现在只需要多林让江州回心转意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多林伪装一番找到了江州，直接质问他为什么反悔。没想到陆美正好走进来听到了，他装作镇定让江州去开会。开完会，陆美问他为什么反悔，江州反问他愿不愿意和他结婚，因为他知道他的第一个新娘会有惨痛的结局。从他的反应，江州意识到陆美知情，显然他和他妈已经有了共识。江州忍住怒气说不会让他们得逞。多林一直没等到江州，直接冲到会议室去堵他。两人最终走到了天台。江州想让多林死心，故意说这婚姻只是场交易，认为对自己来说是亏本买卖，还说他家境一般就算了，主要是他没有优点，还总惹麻烦。提到自己作为太阳集团的接班人，需要的是个贤内助，嘲讽到多林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多林被羞辱得无地自容，带着泪光向江州表白，但江州依然转身就走。崔爸看着儿子郁郁寡欢，明白他做出反悔的决定很难，他相信诅咒是谣言，劝儿子别做让自己后悔的决定。但江州不愿用爱人的命去冒险，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。为了儿子，崔爸决定调查前妻的死因，一定要证明家族诅咒是假的。多林伤心的去喝酒消愁，不懂自己只是个替身，为何和江州分手这么痛苦。一贤把醉倒的多林送到珍珠家，看着喜欢的女人为别的男人哭，心里别提多难受了。回家求继母放过多林，让一静自己去挽回江州。可一静说她不想继续了，原来联姻只是为了保公司。妈妈提议让多林替她上，一静宁愿单身一辈子，也好过嫁给一个连为妻被调包都毫无察觉的人。就这样，母女俩一唱一和，成功的把一贤给糊涂过去了。为了救家里快破产的公司，一贤只能勉强同意多林继续冒充千金小姐。第二天，崔爸给多林打了个电话，带他去了前妻的墓地，告诉他前妻是在蜜月旅途中遇到车祸去世的。从那以后，谣言就满天飞，传说崔家长子的第一任妻子都会不幸去世的诅咒。江州因此才决定解除婚约。听完这些，多林才明白江州是怕他有事，心里不由得有些窃喜。第二天，江州一家准备去看望刚回国的外婆，保姆不经意提起，要是一静也在就好了。这话让江州心里难受极了。来到外婆家，母亲叮嘱江州别跟外婆提解除婚约的事。正当他们走进门口，出来迎接的竟是多林。见到他，大家都很惊讶，只有江州显得很不高兴。崔爸则心领神会的笑了。多林在厨房忙着做午餐，婆婆担心他忙不过来，想帮忙。狡猾的多林借机让江州帮忙，看着他笨手笨脚的擀面条，忍不住嘲笑他是不是男人，让江州当场哑口无言。餐桌上，外婆夸奖多林的手艺可以开饭店了，崔爸也跟着逗乐说让儿子给多林留个店面，但江州一言不发，只顾低头吃饭，让多林觉得特别尴尬。同时，陆美找到了一静，问他打算怎么处理江州解除婚约的事。一静反问：“这不正是你想要的结果吗？”陆美却透露了江州撤销婚约的真正原因，是因为他害怕崔家的诅咒会害了一静，这也意味着陆美没机会了。这番话，一贤无意中听到了。同时，江州一家人准备离开外婆家，江州的父母特意坐上外婆的司机开的车，为的是给他们留下单独相处的空间。没想到江州把车开到半路，突然把多林赶下了车，告诉他的决定不会改变。多林说他已经知道他为什么要取消婚约，并且他自己也不信那些诅咒，但江州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。说完便开车离开了。这时一贤独自一人看着戒指发呆，妹妹进来询问他对诅咒的看法。一贤没说什么，就去找多林了。妹妹觉得很奇怪，她翻开哥哥的衣柜，找到了他最爱的领带。当他问妈妈时，得知是多林送的。一静听后大吃一惊。一贤找到了多林，他再也忍不住让他待在江州身边。他紧握多林的手，拿出戒指向他求婚。多林被突如其来的求婚吓坏了，他立刻把手抽回来，拒绝了他。一贤问他是不是因为江州，多林说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的感情，这样对谁都不公平。一贤失望地回到家，妹妹生气地追问他是否向多林求过婚。一贤说他已经婉拒了他。妈妈听后却很高兴，觉得事情发展得越来越有趣了。她提议利用多林的心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一静和妈妈请多林到家里来，告诉他已经知道江州取消婚约的原因，说是因为崔家长子的第一个新娘都会死得很惨。多林说那不过是些无稽之谈。一静妈妈说是为了女儿的安全，决定取消这门婚事，并要求多林不再去见江州。多林无奈只好答应。他失魂落魄地走出门口，偶然遇到了一贤。一贤告诉他也不信那些诅咒。多林疑惑他为什么不劝继母，一贤反问他为什么他要劝。多林听后无话可说。一静的母亲找到江州，他故意警告他以后别再找一静。同时，多林和闺蜜合伙开了一家店，他用忙碌的工作来忘记对江州的思念，而江州却整日无心工作。他每天加班到深夜，试图让自己麻木。一个农村女孩意外地晕倒了，一个心机重的女人趁机通知了一个富家公子。多林看到心心念念的人，以为自己在做梦。江州确认他漠视后，就起身要走。多林又一次向他表白了：“我真的很想你。”江州也不再掩饰自己的感情，告诉多林她是唯一触动他心的女孩。但江州能看见家族守护神，他知道
那个诅咒是真的。为了心爱的人的安全，江州狠心地拒绝了多林。可怜的多林哭得非常伤心。江州听到他的哭声，心里也是痛苦万分。多林回忆起和江州的美好时光，他决定不顾一切，为爱疯狂一次，立刻拔掉手上的针头，冲了出去。这时江州正好碰见了一贤，一贤冷冷地警告江州不要再见面。两人擦肩而过，忽然听到了多林的声音。一贤惊讶地转过头，看到多林冲上去抱住了江州。江州再次狠心地推开他。一贤看着心如刀割，那女孩为了和富家公子在一起，竟然冲上马路，证明她的爱有多深，把司机吓得汗流浃背。江州赶紧把多林拉到一边，生气地质问他是不是不想活了。多林却说没有他活不下去。江州一时无言。多林含泪说，如果错过江州，他会后悔一生。这番话让江州彻底动摇。多林立刻走上前，紧紧抱住江州。就在昨天，刚出院的多林找到一静的母亲，想和她达成一个协议，他愿意替一静成为江州的新娘，即使只活1天也愿意。女人故作生气地拒绝了，说她不会拿多林的命开玩笑。多林苦苦哀求她答应，女人最终无奈地同意了。多林说，如果她没因诅咒而死，希望能以真实身份留在江州身边。女人暗自高兴。多林不知道的是，他们母女的真正目的是让她死于诅咒，这样一静就能取而代之成为财阀夫人。多林为了赢回江州的心，不顾一切地跳上了江州的车，装出可怜兮兮的样子，说自己腿软，全身无力。江州无奈，只好送她回家。多林见她没直接拒绝，就大胆说，哪怕只能活1天，也要做她的新娘。江州气得靠边停车，命令她立刻滚蛋。最后多林用生命证明了他的爱。冷静下来的江州回想多林曾对他说的话，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心意。他去找一静的妈妈认错求和，希望能和一静重新开始。狡猾的女人当然不会轻易答应。平时傲娇的江州沉思片刻，竟然跪下来求他原谅。女人却说她只关心女儿的安全，而不是所谓的爱情。转过头却给多林打电话，说江州跪地求他原谅。多林心情复杂得很。第二天一大早就去调戏江州，说他昨晚不在家，错过了江州的精彩表演。看着这么没心没肺的多林，江州哭笑不得。多林突然抱住他，在众目睽睽之下让江州不好意思。心满意足的多林回家，正好碰到之前骗他钱的大妈，一把抓住他的手，但大妈奋力挣脱，多林马上追了上去。不料这一幕被陆美看到，多林为了保持形象，边追边停，没想到碰到了陆美，只好放弃追赶大妈。没想到陆美竟然把大妈藏起来，还要求他好好感谢自己。他说他们已经被月老的红线绑定，让我做你的新娘吧。多林还没回话，江州就吻了上去。江州刚把多林送到家门口就离开了。一静突然出现，质问他会不会后悔。这一幕被躲在远处的陆美看到，陆美被吓得目瞪口呆。一静说崔家的诅咒是真的，因为他们家有个类似幽灵的存在，但多林不信这些鬼话。陆美为了查清多林的真实身份，偷偷跟着多林。他刚到饭店门口，那位送手链的女士突然出现了。她告诉多林，这手链并不带来好运，而是一种代价，为爱情付出生命。说罢，她露出了真面目，这让多林吓得魂飞魄散。但在陆美看来，多林只是在空气中发呆。吓得不轻的多林一时回不过神来。当他回到店里时，一贤已经在那等着了。窗外的陆美看到一贤，大吃一惊。他正想把这消息告诉崔妈，可一想到崔家的诅咒，他又开始犹豫。一贤得知多林又去找江州，生气地劝他别再这么做了。他说继母和一静早就知道那诅咒，特意找来多林假扮富家女嫁给江州，目的正是让他去替一静破除诅咒。即使最后没事，他们也会想办法悄悄除掉多林。听到这消息，多林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回家的江州告诉父亲，他会做出和父亲当年一样的决定。听到这话，崔爸露出欣慰的笑容。就在前不久，多林和他已经商量好，想要瞒着家人偷偷结婚。多林说没钻戒和婚纱也无所谓，只要能和江州在一起就足够了。婚礼前夕，多林害怕诅咒真的会让他出事，所以特意带奶奶去买衣服、逛逛街，还带奶奶去吃了一直舍不得的西餐，让奶奶开心极了。他谎称需要回老家办些事。晚上他找到一静，告诉他自己明天要和江州结婚。他说如果自己出了什么意外，希望一静能替他留在江州身边。珍珠知道多林不是真的要回老家，在他追问下，多林才说是要和江州一起离开。第二天，江州精心打扮向父亲道别。崔妈目送儿子出门，脸上满是思索。多林和奶奶告别后找到了一贤，一贤以为他只是回老家放松一下，叮嘱他路上要小心。多林想着可能再也回不来了，上前抱住一贤，感谢这段时间的照顾。最后江州和多林一起来到了一座教堂，千亿总裁结婚，却连一个观礼的人都没有。女主明知今晚会因诅咒而死，但她仍坚决要嫁给自己心爱的人。深夜，一阵阴风突然吹过，多林手上的杯子突然掉落，她心里突然一紧，假装镇定地安慰江州，说自己只是累了，想睡觉。闺蜜担心多林的安全，打电话给一贤，透露了真相。一贤立刻去找妹妹，让她透露多林的具体位置。妹妹死活不肯说。一贤拿出证据，开始威胁要把他们的阴谋告诉江州。一静无奈，只好透露了多林的位置。一贤急忙开车过去，转头一静联系了母亲，母亲却一点也不慌张，她看起来胸有成竹。这时一股烟雾飘过，两人在烟雾中迷糊地睡去，而屋内的两人紧紧相拥，生怕一松手就会失去对方。不知道的是，女鬼已在屋外准备行动。另一边，多林奶奶梦到年轻时遇到的女鬼，没想到她竟是当年那位传说中的新娘，传说中被女鬼杀害的新娘。第二天早晨，江州被噩梦惊醒，
梦见多林被女鬼控制跳崖，他立刻冲出去寻找。果不其然，多林正走向悬崖。他突然睁开双眼，看着眼前的深渊，意识到自己的死期已到，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。这时，女鬼慢慢靠近，出乎意料地说：“多林不会死。”原来这诅咒只是对真爱的一次考验。虽然他们通过了测试，但真正的危险却是多林身边的人。女鬼最后伸手祝福后就消失了。多林转过身，看到急切寻找他的江州，两人紧紧拥抱。另一端，伊静的妈妈醒来，正好看到连夜赶来的伊贤。他来到别墅，但里面空无一人。来到后山，终于看到多林和江州，正要上前，却被母亲的秘书打晕。江州和伊贤一起下来，正巧看到伊静的母亲。江州走上前，诚恳地道歉，他坚决表示要带多林回家。多林准备告诉江州他的秘密，正说着，手机铃声打断了他。是江州外婆突然晕倒，现在医院急救。外婆还特意叮嘱要他带未婚妻一起过去，但伊静的母亲坚持出于对长辈的尊重，让多林先回家换套衣服，江州则先一个人去医院。这时，刚醒的伊贤看到继母的车子驶离，当他到达医院，脸色突然一变。他告诉多林，任务已经完成，可以从这个舞台上消失了。多林试图反抗，但对方以奶奶和闺蜜的生命为威胁，多林无奈，只能顺从。这一幕被伊贤看在眼里，他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。伊静的母亲大步走进医院，伊静已在医院里等候，母女俩交换了一个得意的笑容。当江州再见到多林时，却不知道他已经被换了人，还带着他去见病危的外婆。外婆找借口让江州先出去，悄悄告诉伊静一个秘密，原来江州的父亲和第一任新娘结婚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，新娘在日记中写下这一切只是一场测试。外婆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惊，她偷偷撕掉了关于诅咒的那一页。她本以为新娘一死，女儿就能顶替她位置，因为她知道女儿从小就喜欢江州的父亲，为了让女儿得到幸福，她竟然策划了一场车祸。如今将重要文件交给了伊静，让她放心的留在江州身边。伊贤一路秘密跟踪，最终在一个废弃的仓库找到了多林。正当他们试图逃跑时，被绑匪发现。伊贤和绑匪展开了激烈的搏斗，他一边拖延绑匪，一边让多林先走。绑匪却不讲规则，两人对他一起下手。伊贤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朝多林飞来的棍棒，同时傻傻的江州还在和伊静母女举杯庆祝。可怜的伊贤已被折磨到无力还手，最后一下棍击让他彻底失去意识。多林的心痛呼喊划破夜空。就在这关键时刻，一群黑衣人突然出现，把绑匪们赶跑了。医院的紧急通知同时也到了那位女人的手机上，她找了个借口急忙离开了现场。到了医院，她却没有去关心儿子的伤势，反而指责手下办事不力。就在同一时间，崔妈气场全开，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。那位女人立刻感觉事情不妙，崔妈当众打电话给伊静，让那位女人心里慌得要命。紧接着崔妈拿出了一摞照片，她已经查清楚了多林假扮千金的事情，并且揭露了他们的真正目的。那位女人虽然计划失败，却依然不退缩，她掏出一段录音让崔妈听，竟是外婆和伊静之间的对话录音。崔妈听完后震惊不已，她没想到自己的母亲为了她竟做出这种事。那位女人借机威胁，要么继续做亲家，否则事情闹大，对崔家将是致命的打击，并限定崔妈明天必须给出答复。另一边的伊贤经过抢救，虽然活了下来，但仍处于生命危险中。多林听后彻底崩溃，泣不成声，不停地自责。第二天，那位女人得知崔妈同意了她的条件，她更加得寸进尺，要求把公司股份还给自己，甚至要求太阳集团的股份也转给伊静。崔妈为了家族荣誉，只好勉强同意。她找到多林，警告他不再出现在儿子身边，补偿是保证他和奶奶的生命安全。多林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，他只是旁观，却要被如此对待。崔妈讽刺他一个小地方来的姑娘还想和江州一起，劝他如果真爱江州就应该远离他。看着伊贤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，他感到无比内疚。他原本打算和江州告别，却看到他和伊静甜蜜相处，心如刀割。他摘下结婚戒指，准备和江州告别，没想到戒指被身后的陆美捡到。陆美故意问伊静为什么不戴婚戒，伊静慌忙解释说放在家里了。江州心里开始有了疑惑。那晚他带伊静去他最爱的路边摊，伊静却嫌弃的说闻到就想吐，这让江州开始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对劲。然后他们来到了两人曾经来过的公园，江州故意用反话试探他，把当初戴的假发说成是帽子。果不其然，伊静毫无察觉地中了圈套。虽然江州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他还是决定做最后的确认。看着伊静的反应，江州意识到眼前这个女人根本不是自己的妻子，女人反倒先一步责怪他变心，还反问江州自己到底是谁，这让江州哑口无言。回到家的伊静向母亲求救，可他的母亲却异常冷静。她说就算江州发现多林的真实身份，也只会更加厌恶他。同时陆美到店里找多林，她告诉多林自己早就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如果不是他提前向崔妈报信，那天多林可能就凶多吉少了。陆美问他为什么明知可能会死还要爱江州，现在却突然决定放手。多林意识到他的爱会让周围的人受伤，他明白有些爱不必非得占有。他请求陆美不要告诉江州真相，他不希望他也感受到同样的痛苦。这时陆美开始同情多林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江州质问陆美为什么知道婚戒不在伊静手上，陆美不再隐瞒真相，她拿出了戒指，告诉他还有一个长得和伊静一样的女人。江州简直不敢相信，更气愤的是他的母亲早就知道这一切。他试图要多林的地址，却被陆美拒绝。他劝他即使要找多林也要小心行事，否则可能有人会先一步对他不利。正当他感到无计可施，秘书送来的便当让他思绪万千，了解到是从珍珠的店里带来的，想起多林曾特别关照过珍珠，他突然灵光一闪，
立刻前往珍珠的餐馆，心情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，四处张望却没有发现任何人。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声音，推开门竟然看到了多林。江州以为是伊静，便质问他在这里做什么。话音刚落，就想拉他走，多林猛地甩开他，说他不是伊静。江州一脸震惊，怒问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。多林故作轻松地说，假扮千金，生活无忧，再骗骗富家少爷，能白拿一家店，谁不想呢？江州听了直气得肚子疼，质问他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？多林沉默不语，江州气冲冲地走了。回家后直问母亲为何不早点告诉自己，还问他和伊静母亲做了什么交易，还帮他们掩护。母亲却说伊静家都是心狠手辣的，劝他考虑家族，别冲动，其他事他会处理。第二天让秘书查了多林的资料，越看越生气的江州决定去找他算账。多林那边也很不好受，一不小心打翻了碗筷，正在收拾，却听到江州的讥讽。多林心里难过极了，却不能让江州看出来。他说他要开门做生意，江州却倨傲的让他直接关门，然后扔了一沓钱在地上，嘲讽他不是为了钱可以出卖自己吗？这些钱够你今天的营业额了。听到这种侮辱，多林又心酸又难过。江州说他不会轻易放过他，他不知道自己做出了会后悔一生的决定。霸道总裁以为土妞假扮千金全是为了钱，决定要好好教训他们。先是故意带陆美参加家庭聚餐，伊静一看就脸色大变，然后故意讨好崔妈，摆出一副乖媳妇的模样。江州却在背后挑拨，让伊静更努力讨好母亲，毕竟从小母亲就看好陆美做媳妇。陆美尴尬的起身离开，看着自己的计划得逞，江州也跟着走了，却不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了。伊静问崔妈到底怎么回事，陆美质问江州是不是疯了，他反问陆美愿不愿意和他结婚，因为每次看到伊静就会想到多林，他快要被逼疯了。没想到陆美却断然拒绝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比不上多林，多林为了他可以不顾一切。看着悲痛欲绝的江州，陆美透露多林一直都忘不了他。江州听后心如刀割，只好借酒消愁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伊静虽然曝光了替身游戏，却丝毫不慌张，反倒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多林身上，还声称是因为哥哥爱上了他，说是为了阻止他继续恶化才受的伤。但江州根本不买他的账，多林看起来心虚极了。江州一脸讥讽，转身就走，直奔医院。见到多林正细心照顾昏迷中的伊贤，心里不知怎地有点嫉妒。明明心里放不下多林，可一开口就忍不住要跟他斗嘴，讽刺他玩弄感情的本事真不小。多林终于忍不住爆发了，大骂他如果想报复就应该活得比他还好，而不是在这里装可怜浪费时间。委屈的江州气得直跺脚。这天多林的饭店接到一个大团体的预定，他们早早就开始准备食材和布置，谁知道来的竟是江州。上了菜，他又嫌多林服务态度差，吃了几口又抱怨菜做的难吃。多林忍不住质问他是不是故意来找茬，江州装作无奈，说只好取消订单。这下好了，多林准备的食材全浪费了。奶奶看江州无理取闹，气得拿出一盆盐朝他洒去，幸好多林及时拉住他，江州却露出得意的笑。直到晚上，江州在店外看到多林被醉汉骚扰，气愤的正要下车，谁知多林一个反手就制服了醉汉，醉汉痛得直求饶。江州松了口气，又骂自己多此一举。他一直等到多林下班，以为他会回家休息，却没想到他还去医院照顾伊贤，这让江州不禁有些心疼。多林出来接水时看到江州，吓了一跳，他只好撒谎说是来看望病人的，看他忙前忙后，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，气急败坏的责问他为什么不找个护工帮忙。嫉妒的总裁看不惯土妞替人擦身，一把抢过毛巾，坚持要自己来。当多林回到病房时，发现江州竟然趴在床上睡着了，气得立刻叫醒他，让他回家。江州走前还不忘跟他斗斗嘴，不然今晚别想睡觉。回家一开门，竟然看到伊静，他警告江州不要太过分，要是让妈妈知道了，绝对不会坐视不管。江州却满不在乎的离开了。回到自己房间，崔妈跟他说明天有个记者发布会，要正式宣布伊静成为崔家的媳妇。江州冷冷一瞥，就头也不回的走了。第二天发布会现场，记者们等了好久，但江州迟迟不出现，秘书最后只能报告说找不到人了，陆美只得上台圆场，随口编了个江州出了小车祸的借口，只能取消发布会了。伊静的妈妈怒气冲冲的离开，命令秘书把两人偷偷结婚的照片散布出去。他明白江州这是在宣战，那他也没什么顾忌了。网上瞬间被他们秘密结婚的照片刷屏，崔爸一看就暴跳如雷，质问老婆他们是不是感情有问题。心虚的老婆急忙解释说没有那回事。同时江州找到多林，二话不说就把他拉上车，直接开车到了家门前，对多林说要带他去见父亲，把所有的真相都揭露出来。他相信爸爸一定会支持他们，但多林考虑的不只是他自己。江州以为他在犹豫是因为伊贤，一气之下就拉着他冲了进去。多林奋力挣扎，大声责备他不要只考虑自己，太自私了。就在这时，多林接到伊贤医院的紧急电话，让他赶紧回去一趟。江州只能无奈地站在那里。多林回到医院，看到一直昏迷的伊贤终于醒了，他激动地抱住他，泪流满面。门外的江州看着，心里酸楚无比。伊静找到了江州，给他听他外婆坦白罪行的录音。江州这才明白母亲为什么一直保护伊静，他威胁江州重新召开发布会，宣布她是崔家的儿媳，不然就把录音公开，这样崔家企业可能会受到致命的打击。江州只能勉强答应伊静的要求，找到妈妈，提出继续对爸爸保密，毕竟要是爸爸知道了真相，恐怕承受不了。此时正在给崔爸服药的伊静，被家里的阿姨好奇地盯着问个不停，他们都想知道伊静和江州吵架的原因。伊静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一副大小姐的样子，警告阿姨不要不分尊卑，提醒她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再来八卦。
伊静突然的态度变化让阿姨吓得发抖。阿姨转身对管家说：“伊静变成了另一个人。”伊静叫江州陪她去看望哥哥，但伊贤却把江州支开了，生气地质问妹妹为什么瞒着她。伊静也火大了，声称自己才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，质问为什么要帮外人而反对自己。伊贤被说得哑口无言。此时多林到医院，恰好碰到了江州，两人对视，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这时伊静从后面走来，故意握住江州的手，向多林炫耀。土妞本以为能平静面对，却忍不住流泪，在病房门前整理好情绪，把伊贤最爱的领带还给他。原来是之前就他时不小心沾上血的，用了很多办法才洗干净。多林祝伊贤早日康复，希望他能回到公司。伊贤看到多林为自己做的一切，告诉他不用因此感到内疚，希望他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。另一边，伊静却越来越过分，在江州面前做出亲密的举动，江州却猛地推开他的手，警告他别妄想了。这时陆美赶到，化解了尴尬局面。江州趁机离开，陆美嘲笑伊静只能得到江州的身体，却永远得不到他的心。伊静反击，让他赶紧找下一份工作，他很快就会成为太阳集团的女主人。陆美性格强硬，肯定受不了伊静的使唤。陆美听了气得要命，她跑到多林的店里买醉。多林劝她别喝太多，陆美却情绪激动，说她和江州明明还放不下彼此，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。在另一边，继母找到了伊贤，让他出院后继续回公司工作。伊贤却嘲讽继母只是以为手下没人能顶替自己，才来找他回去打理公司。女人也不掩饰自己的目的，毕竟伊贤也有家族一半的血统，还是个值得信赖的人。还说等江州开发布会宣布和伊静的婚事后，会有很多事情让他忙碌。伊贤没想到江州竟然要放弃多林，不顾自己的病情找到江州，质问他多林怎么办。江州却说多林只是个感情骗子，没找他算账还要怎样。伊贤替多林感到气愤，多林为了他不惜赌上自己的性命，却得到这样的回报，抓起江州的衣领向他宣战。伊贤的话似乎把他点醒了，晚上再次找到多林，真诚地询问他是否愿意和自己远走高飞。多林心里很想说愿意，但是有人希望江州为了他放弃一切，只好故意冷漠地说自己不想陪他疯。得到答复的江州彻底死心，失魂落魄地独自离开。看着江州孤独的背影，还是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，把当初女鬼送的手链脱下，说自己没能遵守承诺。等多林离开后，女鬼突然现身，望着多林若有所思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多林找到伊静的母亲，把店铺转手给她划清界限，准备和奶奶回到乡下。此时江州也召开了记者发布会，向媒体宣布将与自己共度一生的伴侣。后面的母女已经露出幸运的笑容。江州突然合上提前准备的讲稿，开始讲述自己和另一半从相识到相恋，再到克服困难私定终身的故事。这时伊静已经准备好起身，然而江州说出的却是多林的名字，让在场所有人都非常震惊，伊静更是尴尬，得无地自容。伊静的母亲面露凶光地盯着江州，但她却不屑一顾地转身离开。只有陆美敬佩江州为爱疯狂的举动。崔爸得知自己的儿媳竟然是农村土妞，气得他直接晕倒了。珍珠马上把这事告诉了多林，多林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江州来探望晕倒的爸爸，以为爸爸会责怪自己的冲动，爸爸却夸他做得好，及时发现错误并改正，只是担心儿子和多林接下来的日子，未来他们要面对的事还多着呢。女鬼出现，讽刺伊静，说伊静最后还不是成了别人的替身。伊静气得要爆炸，他是要找机会报复。这时江州赶来找多林，多林却严厉训斥他不考虑后果的行为，毫不留情地指责他，转身帮伊贤整理领带，还送给伊贤一双新鞋作为出院礼物。江州看着嫉妒不已，酸溜溜地说伊贤自己不会吗？多林直接无视江州，带着哥哥离开，还准备了一桌子好菜庆祝伊贤出院。可怜的江州只能在窗外望着，看到多林给伊贤夹菜就心神不宁，冲进去质问伊贤为何不自己吃，让大家都很错愕。正当奶奶要发火时，伊贤连忙解释说是朋友帮忙。江州看到多林店里的停业告示，以为他又要避开自己，一把抱住多林，让他不要走，把奶奶都吓傻了。奶奶后来得知江州原来是太阳集团的继承人，奶奶告诫多林，他们家不是我们能惹的，担心多林以后会受苦，心里想我们和崔家是躲不掉的宿命吗？第二天一大早，康复的崔爸特地来店里看多林，多林心情复杂。崔爸吃了多林亲手做的饭，说还是他的菜最对味。多林看着崔爸，心里满是愧疚，想到崔爸平时对自己的疼爱和信任，心里愧疚得很。崔爸说能回来就好。伊静想要找机会报复江州，打算公开江州外婆的犯罪录音。伊贤却劝他不要做傻事，说强扭的瓜不甜，妹妹却坚持要走自己的路。第二天，伊贤拿出房产证给多林看，告诉他江州已经把这家店买下来了，让他不用担心，可以安心留在这里。还透露江州一直被继母拿着崔家的把柄要挟，但他决定为了多林不惜一切反抗继母。多林听了非常感动，他急忙跑去找江州，还没等江州反应，他就扑上去抱了他一下，这让江州突然感到非常害羞。多林埋怨他为什么不和自己商量就决定赌上一切，江州却说只要能和多林在一起，什么都值得。他们终于放下前嫌，和好如初。可就在这时，心狠的伊静母亲找到了崔妈，她用一个财阀夫人杀人的录音来威胁崔妈，但崔夫人决定和她抗争到底。看到这一幕，那女人顿时急了，你想一辈子凶手母亲的名声活吗？崔夫人反问她，如果伊静知道她母亲犯了罪，她会怎么想？这话让那女人哑口无言，瘫坐在椅子上。但她并没有就此罢手，立马指示秘书把崔家的丑闻公之于众。殊不知江州比她抢先一步召开了记者会，主动把外婆杀人犯罪的事情公之于世，并且她愿意承担所有的指责和法律责任。
同时，外婆也终于放下了压在心头的重担，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当伊静看到新闻，气得直跳脚。江州的行动完全让他失去了反击的牌。伊静母亲发现崔家居然使出了致命一击，看来他们是决定要对付我们了。失控的伊静问母亲怎么反击，伊贤劝他们此时最好是住手。就在这时，一群警察突然冲进来，他们以涉嫌雇凶杀人的罪名逮捕了伊静的母亲。虽然伊贤请求罗琳放弃控诉，但警方在崔家的压力下不敢轻易释放他。于是伊静找到崔妈，他主动归还了之前抢走的太阳集团股份，还跪下来求崔妈放过他的母亲。看在他的诚意上，崔妈最终放人了。这时崔妈拿出丈夫初恋的日记还给他，并向他提出离婚。她觉得自己不再配做这个家的一员，尽管男人想要挽留，但还是被他拒绝了。另一边，江州跟着多琳一起来到了汗蒸房。豪门出身的江州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多琳调侃他说，有钱又如何，连这种简单的乐趣都没享受过。看着奶奶他们喝冷饮，乐得不行。多琳鼓励他也试试看，他一尝忍不住说，真香。汗蒸后大家都休息了，角落里的江州觉得有点无聊，就拿出手机偷拍多琳睡觉，不料被多琳发现了。他立刻要抢过手机删照片，两人争抢中，多琳不小心摔到他腿上，正好被刚醒的奶奶看见。江州赶紧解释，表示这是个误会，没想到奶奶很识趣，转身继续睡。多琳夺回手机，却发现手机里都是和其他美女的合照，他立马吃醋，埋怨连自己的照片都没有。江州马上抱住他，自拍一张。此时伊静家的公司因为资金断流，只得卖掉核心资产以求生存。伊静母亲失望之下开始借酒浇愁。第二天江人见到自己的新嫂子也很惊讶，从陆美那里了解到伊静家现状不好，他特地做了些食物让陆美带去，但伊静却不领情。江州那晚做了个噩梦，梦见多琳倒地不动，没有呼吸，悲痛让他惊醒。第二天一大早就找到多琳，叮嘱他今天不要出门，让他在家等他晚上回来。多琳没多想就答应了，但他不知道伊静正恶狠狠地盯着他们。伊静的母亲本想让他去国外亲戚家，但满心仇恨的伊静怎肯离开。他向母亲询问最残忍的复仇方法，他要让多琳付出代价。当晚他打电话给江州，说自己出国前有东西要给他。结果到了江州家，他趁机往江州酒杯里下药，但江州喝了红酒却毫无反应，他自己反而喝下了那杯有毒的酒。最终伊静还是没忍心害江州，他选择了自杀。同时多琳也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一个女鬼警告说江州会有危险。多琳一惊醒，发现手腕上多了一条手链，他这才明白这一切都不是梦。他赶紧给江州打电话，得知他正在赶来的路上，这让他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。此时他想起伊静进来的异常行为，心里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他匆忙赶回家，却看到女儿倒在地上。而当江州到达多琳的店时，竟被那个女鬼弄晕了。此时伊静的母亲怒气冲冲地找到多琳，她是要为女儿报仇。多琳被这疯狂的女人吓得四处逃跑。正当那女人准备掐死多琳时，女鬼突然附身在多琳身上，让那女人吓得目瞪口呆。原来100年前，这女鬼正是被那个女人活活掐死的。那时女鬼和她的女儿是崔家的奴婢。那天崔家的族长外出经商回家，他一回到家就看到了一个新面孔，知道是这个女子用她的医术救了突然腹痛的夫人。夫人看她又聋又哑，无家可归，便收留了她。有天这女人不小心把水洒在崔族长身上，偶然间发现她经常头痛，她用针灸帮她缓解了痛苦。感激之下，崔族长给她取了个名字叫仙儿。两人渐生情愫，崔族长甚至送她一串手链，代表他们的情谊。当戴夫人发现后，虽然气愤难平，但她自己不能生育，也只能无奈接受。在那个夜晚，仙儿本想趁崔族长睡着时为父母报仇，因为他的父母正是造成他家族灭门的罪魁祸首。他举刀犹豫，却最终停住了，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了他，无法对他下手。心机深重的女人也查出了仙儿的背景，她故意拿出毒药，诬陷星儿随时可能毒死崔族长。崔族长一听大怒，他气冲冲地找到星儿质问，但星儿因为哑巴，只能拼命摇头否认。崔族长无奈，只好把蜡烛切成2段，命令他离开。此时星儿却发现自己已怀孕。夫人虽然害怕丈夫知道后的反应，但她没有忍心赶走已怀孕的星儿。而那个狠毒的女人却想出了一个新的计策。等到仙儿临盆那天，经过几番挣扎，她终于生下一个小男孩。那女人故意叫喜儿去烧热水，喜儿一离开，她就狠狠地掐住了仙儿的脖子，试图假装是难产造成的。就这样，星儿被那残忍的女人活活掐死了。喜儿回来正好看到这一幕，她看到那女人转过身去，还想对孩子下手，喜儿一把推倒她母亲，抱起孩子就跑。夫人看到事情败露，只得接受这孩子是天赐的礼物，给了那女人1袋钱，让她离开。那女人最终被杀人的恐惧搞疯了。现在这女人知道自己前世的所作所为，吓得她慌不择路。星儿也从多琳身上离开了。江州一醒来就急忙下车，他找到了昏迷的多琳。挽救伊静的结果是他失去了语言能力，他把自己封闭了起来，他就像失去了灵魂的行尸走肉。当伊贤下楼的时候，他看到精神失常的继母正在大吃大喝，还叫他一起来吃晚饭。他看到牛排切不动，气急败坏的女人直接上手，拿起牛排就往嘴里塞。伊贤看得目瞪口呆。同时这个女人把多琳装扮成千金，和江州一起把逼迫伊静服毒自杀的事情曝光了。结果他们俩成了网民的众矢之的。江州提出用资金帮助伊静家的公司换取伊静出面澄清，但那女人说女儿活得痛不欲生，她要的只是为女儿报仇。江州见她不可理喻，只好先离开。他和多琳去找崔妈解释，崔妈却不愿接受多琳做儿媳，因为她觉得崔家成了别人的笑柄。多琳说她会努力改正，
崔妈却说不需要，因为她决定离开这个家。第二天，多林的饭店被网友曝光了，一大群记者堵在门外等着采访，人群中还有些过激的大妈向多林扔鸡蛋。江州赶来开车把人群分开，严厉警告大家，伤害他女人要负法律责任，然后让多林暂时关店，避避风头。但多林不愿逃避，怕别人认为他心虚。这天，多林去看望了伊静，看到伊静无精打采，多林感到非常愧疚，自己的爱情让周围的人都受了伤。晚上，他对奶奶说想回乡下生活，他不想自己的幸福成为别人的不幸。和江州通话时，想到即将离别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江州还不知情，让他唱歌哄他睡觉，殊不知这是最后一次和多林通话。第二天到店时，只看到多林留下的离别信，伊静也收到多林发的消息。多林希望自己的离开能让伊静重获笑容，伊静似乎也想开了，他找到母亲，劝她悬崖勒马。母亲看到善良的女儿，精神失常的误以为多林回来了，一把掐住伊静的脖子。挣脱后，母亲抱住她说看错人了，突然又把伊静当成了仙儿，吓得她连连后退，最后和哥哥把母亲送进精神病院治疗。另一边，江州派人去多林老家找他，但依然没有找到他。多林在乡下摸着自己的大肚子，他的肚子里不仅有昨晚吃的韭菜，还怀着一个快8斤重的宝宝。多林对未来满怀期待，恩星也给他送去了祝福。其实，多林和恩星前世有深厚的友情，多林还在关键时刻救过他的孩子，恩星发誓即使死去，来生也要报答多林的恩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家的生活都回归了正轨。太阳集团在康州的带领下越做越好，康州身边虽有新追求者，但他总是举起与多林的结婚戒指，告诉人们他已是有妻之夫。崔会长也找到了他的妻子，恳求他回到自己身边。在苦等妻子的2年中，他终于明白妻子对他有多重要，他希望能以爱人的身份陪伴妻子度过余生。崔夫人终于看到他多年的单恋得到了回应，感动之下，他和崔会长紧紧拥抱。而康州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多林，一有空就到处寻找多林的消息。这一天，他来到了一个海边小镇，虽然整天都没有找到，于是他准备离开。正当他要走时，发现不远处的多林正巧被摩托车撞掉了手里的东西，一团绿色毛线滚了出来，毛线竟滚到了康州脚边。康州捡起毛线回头一看，发现梦寐以求的人就在眼前，四目相对，两人的眼中都溢出了相似的泪水。多林随后带康州回了家，康州才知道多林已经为他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，他们从各自的名字中取自给儿子起名叫康林。康州一看就知道是自己的孩子，因为孩子的眼睛、鼻子和嘴巴都和他一模一样，宛如同一个演员扮演的。2年过去，大家都慢慢忘掉了曾经的伤痛，多林和奶奶也随康州回到首尔。就在这时，多林的奶奶把一只绣花鞋摆在了康州父母面前，众人这才知道，原来崔家长子的新娘命运诅咒是康州爷爷自己编的，因为他对多林奶奶一见钟情，知道2人身份悬殊，家族长辈绝不会同意。为了娶地位较低的多林奶奶，他便故意散布了诅咒的谣言，这样一来，就没有大家族的女性愿意嫁给康州的爷爷，这样他也就顺理成章的把多林的奶奶迎娶了回家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多林的奶奶心里早有了爱人，所以在新婚那天给康州爷爷下了迷药，然后和真正爱的人偷偷跑了。为了避免崔家的追查，多林的奶奶在悬崖边故意留下一滴血，营造出自杀的假象。康州爷爷后来派人打探，发现多林奶奶失踪的那天，村里还有个年轻人同时消失了。这时他才明白，自己钟爱的女人心里有别人。而对于崔家的诅咒，多林的奶奶感到非常愧疚，但崔会长却安慰奶奶说，虽然多林的奶奶和康州爷爷无缘，但康州和多林终成眷属，这也是一种命中注定的缘分。第二天早上，伊金在晨跑时遇到了来看望妈妈的多林，这时的伊金已经释怀了对多林的怨恨，他带多林去看望自己的妈妈。经过2年的治疗，张夫人仍旧神情呆滞，犹如行尸走肉一般。多林看着非常心痛，便上前紧握张夫人的手。当张夫人听到多林的名字，眼里立刻充满了泪水，说她等待多林很久了，现在终于可以向多林道歉。善良的多林立刻原谅了伊金的妈妈，2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。看到这一幕，伊金感到非常欣慰，这份怨恨曾让3人痛苦2年，如今他们终于都走出了阴霾。而伊贤依旧像哥哥一样对多林宠爱有加，知道多林在乡下受了不少苦，他马上带多林去做了一次全身美容。不久之后，又到了崔家祭祖的日子，多林一大早就和阿姨们一起准备祭祀食物，而康州则变成了超级奶爸，在一旁默默哄着孩子。在祭祀进行时，崔家不仅祭祀了康州的高祖爷爷，还祭祀了为崔家续香火的恩人。如此一来，100年后，恩星第一次尝到了祭品。见到恩星这么开心，崔家巫师便问了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多林和伊金虽无血缘，却长得惊人相似？恩星便解释说，是因为对张夫人的怨恨，他故意让伊金变成多林的模样。他们曾是如太阳与影子，但从今以后，他们将成为各有光芒的2个太阳。如此，他解开了100年的怨恨，从此以后，他将不再出现。不久之后，崔夫人将别院的钥匙交给多林，这象征着崔夫人的全面认可。多林从此成为崔家新的女主人，她和康州开始了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。